心来到速速接头，直接就宣判了。我最喜欢干的事情有求必应。我想跟大老师握手。大老师，来，谢谢啊。我就答应你，想看大老师的演唱会，这不挨着呀，这样事儿我现场发5张。给，都给，谢谢大老师，有求。因为梦辰经常我们俩会聊，他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他会跟我说。他只要跟我在一块儿，就跟小鹿聊天。我没明白，夜里头你们俩在一块儿，他跟小鹿聊天。为了逃避你，富豪是猴，二狗是狗。我心想还剩10个呢，我就着急选猪啊。来，准备音乐，来，音乐来。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这是表演指导，那你就照他这来。那你出去吧。我出去。吹什么牛？春游。我们要去春游啦！所有的朋友们，春游啦！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往外走，春游！耶，春游喽！耶！来上车喽！耶！Hello！哎，3、2、1，耶！哇，那是。快来呀，朋友们！快来呀！快来！干啥呢？莫名其妙！快来呀！快点！快动起来！来了！为什么要跑起来？干啥呀？不明白，嗨的挺快，他们就突然就嗨了。抓住！为什么？快抓住啊！抓住！为什么？怎么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运动一下，提提神。而且他们其实平时改稿子更多都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上台之前也很少会去做一些保持身形与瘦脸方面的运动管理，所以我就想带着他们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就是可以更好的激发自己的灵感。好，大家别喊！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找到自己最自信的样子。好。这是梦辰推荐给你的吧？哇，好恶心，还嘴巴嘟嘟，多好看！谁要说啥你都别往心里去啊！行，他这耳朵行吗？不过顶了已经。我听不见了。哎，你不行，你没有下巴，你弄啥呀？杜老师，你看这个脸弄上之后跟严重烧伤了一样，更丑了。非常好。是吧？你要去打劫呀，哥们！大家看到兵卫士了吗？哦，咱们这个兵卫士的意思啊，也是一个消肿的感觉啊，整个这个状态变得更加的好一点。接下来我们是动物迁徙大作战，每一组选一个动物，看哪一组能率先完成接力赛。出发！他们是毛毛虫，走！加油！来，严明，你看看，好心酸呐！可以了，这个精神我们也感觉到了。谢，不错，自信都回来了吧？回来了。摘掉我们的束缚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来，我们展示一下。哎呦，确实现在不一样了啊！我感觉是毛毛虫的功劳。
各位，我们棚里见，干杯！现在我们就要精力充沛的来准备我们的本场演出名单了。柳三变，大齐，孙悦，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后文，所有朋友们加油啦！哒哒哒哒哒，想没问题。哒哒哒哒哒，嘣嘣嘣！我是热场主任，我叫美男，欢迎你们！让我们有请最犀利的主理人翟佳宁，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周奇墨，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大张伟。各位好，欢迎来到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大家看看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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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们。看见我们的下颚线了吗？我跟冰刀一样。再看我们的演员朋友们，每个人的下颚线展示一下。哇，80%的演员根本没有。今天我们来的这位嘉宾好厉害，带我们去运动、消肿、出汗、动物爬行、接生，这么多对，然后带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特别的有氧运动，让我们现在精神状态非常之饱满。对，各位准备好迎接我们最炸最嗨的一期了吗？下面这一位就是人见人爱，每一位看见他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他就是我们最美的那只杜鹃花，杜海棠。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棠。今天很开心来到露宿街头。同学都酸菜了。有一种上来就知道晚上要干嘛的感觉。很开心啊！接下来录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这个近况。我现在最喜欢干的事情，广场是，我现在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求必应。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演员，有的人社恐。有的人社牛，我是社盲，社交盲盒，非常喜欢跟陌生人交流，喜欢给陌生人办事儿，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小度，哎，我在呢。我昨天晚上的时候还发了一个帖子，春季召集贴，大家有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跟我分享，就是有求必应。咱们就是有求必应，都要干些什么啊？上门帮人暖猫，上门帮人遛狗，上门帮人带娃，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明星赛道——上门星。这个梗，我个人也是有点排斥的，但说不上来，也还是喜欢，还是想说啊。罢了。别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是想找海涛您张嘴。谢谢大老师啊。对我来说，陌生人的任何的求助，就像咱东北大拉皮儿似的，咱上来先给办了再说，有求必应。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什么心愿，现在可以跟我说，来吧。你说，大老师握手。你想跟大老师握手？好，大老师，谢谢大老师啊！来，谢谢啊！
妹，有求必应，行不行？来，接下来还有什么？我想要宋亚轩的签名照。想要宋亚轩的签名照。好，还有谁？想要杜海涛的签名。你说的自信一点。我也签名啊。好，还有谁？好，你想要沈梦辰的签名照。好，我就答应你。想看大老师的演唱会。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没人知道。我只有10张票啊，我现场发5张，另外5张，咱们大老师有没？大老师有，大老师有，大老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要今天没人，大老师没事，你给就给，你不给我自己买。给，都给。呀，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有求。太好了，安排了啊，我肯定会给啊，要不然上网骂我们。不是我给，我肯定给啊，肯定给。接下来，有求必应，还有什么心愿来？我想去看你那个话剧。想看我的话剧《开心聊斋3生 Plus》，一共800多场，我已经演了125场的那个我的话剧。没问题，都给安排上啊。因为对于我来说，真的特别开心，也特别感动。在这里呢，也算是感谢湖南的观众。我这些年吃了湖南的美食。逛了湖南的美景，娶了湖南的美女，我对湖南情深深，湖南对我雨蒙蒙，很开心。但我真的就是很喜欢跟大家任何场地的交流的感觉，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去淄博去吃烧烤去了。刚吃着我们录东西，然后走到前面一桌，就一群人，一大桌子人看见我，涛别，还有老乡，湖南我们长沙来的。我说太好了，再给我喝一个，感觉特别亲切。然后一个转身，旁边那桌，哎呀妈呀，涛子，老乡，东北沈阳来的。我说快，喝一个，又一个转身。Excuse me? Can I buy you a drink? Of course. 伦敦老乡啊，真的，现在对于我来说，现在去任何的城市，我特别开心，走到哪里都不慌，遍地都是我老乡。出门在外，你记住，遇到麻烦找小杜。我们的口号是：有求必应。我一天只能帮3个啊，现在刚才帮2个了，最后1个。来，妹妹你说。我今晚想跟我2个朋友吃火锅。想听杜海涛唱首歌。不挨着呀，这俩事儿都。我可以点歌吗？你别点，因为我准备了。来，音乐起。Gentlemen, take my style, join the party, 跟我摇。不管你是哪来的北方的、江门的、河南的朋友们，跟着我笑。无论你是硬骨头还是实力派牛的快手，按路开麦爱牛样个 baby。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跟上我的节奏走，扭着你的胯轴。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要打招呼就随后路，我们说话都带 flow。哎呀，宝贝儿们，干啥呢？这跳舞蹈跳得挺带劲儿的，来，精神的，再扭一下子，有腰线，扭起来。We are the New York girl， New York girl， New， 桂花手 New York girl，New York girl， 喂 ，We are the New York girl。来，想吃零食给你安排，有求必应，上。给。我跟你说，太夸张了，哇！
海涛，大家看见就是一种别样的亲切哈，感觉来的不是嘉宾，就是家里人，对，来做客了，对，来坐下，咱们在家里聊天啦。怎么着？现在怎么称号又改了？改成这个长沙郭冬临了？有事您说话。对，那天那个看见那个迪哥了，还在说呢，他说怎么现在就是在约陌生人，怎么是熟人是玩不了了，是怎么？这就特别开心，就喜欢跟大家在一块的感觉，因为老有各种各样惊喜。对，比如刚才那个惊喜，人家想吃火锅，你说你想听歌，你看哪儿都不挨哪儿。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新人朋友们，一看见那个海涛的时候，都说一个字儿：烧。海涛真的是身上很瘦，但是脸一直很胖，就是让你感觉一直都好可爱这个人啊。海涛，我跟你说，你们家孟晨我太熟了，他特别喜欢喜剧。哎呀，他太喜欢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在家一块儿也老看那种什么脱口秀节目呀？他真的太喜欢了，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又美，然后但是他就是喜欢搞笑。搞笑，对。对啊，经常那就睡觉什么的就跟小鹿打电话这样。小鹿夜里给你打电话呀？啊，对，因为孟晨经常我们俩会聊，他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他会跟我说，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下，比如说什么话怎么说更好笑啊。对，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是感觉他只要跟我在一块儿就跟小鹿聊天，只要在一块儿就跟小鹿聊天。他都生气了。我没明白，夜里头你们俩在一块儿，他跟小鹿聊天。为了逃避你，海涛，您看脱口秀的时候，您觉得什么是一特别好的脱口秀？脱口秀我觉得就是乐呵开心，就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同频，同频，我觉得同频那个感觉就特别好。是，就是说像您那种强制给观众发礼物这种。好脱口秀，确实是管用啊！大家确实是因为都拿了我的，对，手短。谢谢啊，谢谢。真的是翟佳宁刚才看你的脱口秀的时候说，要是杜海涛去参加比赛，你肯定是冠军。哎呦，别不敢。谁给他投票，每人发1000块钱。反正送的都是大老师的票。对，大家都去啊。你们几个不表示啊？哎，对呀，都有专场，都有专场。我有那个自己的那个开放麦，可以送一些票给大家。我的风雨时代的专场也上线了，可以送大家10张线上观看的票。哎呦，翟佳宁可厉害了。没。哎呦，我的天！他又要去北美演出了，同行机票一起去看出了，哇！翟佳宁太大方了，不光负责门票，还负责机票。好，还送飞机，最近真没什么演出，但是有朋友想录火枪手，可以随便来。哦，行，对，你给个10个名额，好吧？可以给100个，反正不要钱。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是说，今天我们所有的棋子选手朋友们，他们有专场，他们也有很多的票，希望各位可以去看，好不好？各位有这个卡，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评分的一个意见卡。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则。我们每场演出呢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观众的好评，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够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如果整季10场都特别好笑，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好了，那么在各位新人演出之前呢，我们先由我们台上有一位天花板级的人物，他又要开始给我们演出了，各位期待吗？期待！再次有请杜海涛。累了。哎呀！天花板是我们的周奇墨。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呀，很开心见到大家啊！给后面的演员开个场。刚才大老师也提了啊，我们这些演员啊，你别看他虽然很少有人在线上露出过，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专场了，都在演。
而我现在手头上呢，一个也没有只有一个开放麦，没有专场。但是呢，我不是羡慕他们，我是同情他们，因为现在演专场压力非常大，就观众的预期越来越高。你看我刚入行的时候啊，2015年，那个时候什么是一个好专场？你有一个专场，那就是个好专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演员有60分钟的段子，如果有的演员在台上能讲60分钟，那他讲完以后，剩下的演员都会围上来，就会问说：“哎呦，你第几分钟的时候感到口渴？我看你还喝水了，怎么喝水能显得不突兀啊？我看你最后扶了下麦架，是你体力不行了吗？是不是现在还开始锻炼身体了？我得。”所以那个时候有专场就很不容易，你专场要是再能讲的好笑。能讲炸哇，那就是个天才。但是现在观众对于专场的预期啊，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审美标准也在提高。现在我感觉一个专场好笑啊，也就是60分吧。那剩下那40分呢，包括但不限于要治愈，就是听完你这个专场，我要抚平我心灵的创伤，感到治愈啊。然后最好是又哭又笑，前面听着笑了，后面最后一点哭了，哎，这个感情很复杂，要回味。最好听完以后回到家第3天，哎呦那个段子，还要有伴手礼。哎呦，你进那个剧场，你一看座位上放的全是啊，那个一个礼品袋里面各种东西，搞得跟那个市集一样。而且我还见过这种评价，观众那个看完演出发 report 说是演出一般般，但是伴手礼值回票价。感觉演员主要是在卖伴手礼啊，送一场1个小时的演出。而且也不知道为啥，现在所有演员专场的对照标准就剩一个，就是童漠男的寻找王医生。啊，这是为什么？就是现在呢，你专场讲得好了，哎，观众发 report 啊，夸一下，说是哎呀，我这个专场真不错，看的。但我今年的 top one 仍然是童漠男的寻找王医生。但是你要讲的差了呢，那更是了，是吧？我今年看了谁的专场很一般般，底下一定有评论说：“姐妹，我推荐你去看童漠男的寻找王医生，怎么样？”我感觉这2年不光是漠男在寻找王医生啊，脱口秀同行们也在寻找王医生，感觉自己受了很多的伤哈，把观众治愈了，但自己伤得不轻。这10年真的变化很大啊！我现在呢也慢慢的熬成了所谓的 OG， 不好，不好。年轻演员已经不带我玩了啊！就是有一次我跟几个年轻演员一起演出完以后，在后台聊天，聊着聊着我就想，哇，你看他们多喜欢跟我聊天，结束以后都不舍得走。哎，然后聊着聊着，我突然从他们的聊天当中得知，这几个人一会儿要一起去吃饭。但是没有人叫我，哎呦，我当时就想，啊，行，这就是做 OG 的代价。然后呢，我后来知道他们为什么留在这儿，因为在等另外一个演员从别的场地赶过来，是我不舍得走。最后呢，等那个演员过来以后呢，大家人齐了，起来拍拍屁股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演员还是懂一些人情世故的。啊，他看我一个人坐在那儿，他说：“哎，周老板，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说：“啊，不了不了，因为我知道只是出于客气啊。”哎呀，但是我没有想好理由，所以当我说出理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周老板，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说：“啊，不了不了，我家里还有那啥呢，我得回去那啥一下啊。”说完想，哎呦，我在说什么呀？他能懂吗？没想到他秒懂。他说：“那你赶紧回家那啥吧，然后我们去吃饭。”我想这也太那啥了，是不是？那演员不管是新演员还是老演员呢，都还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撒谎。脱口秀演员最能撒谎。脱口秀演员站在台上，第一句话往往就撒谎啊！第一句话往往是：“大家好，我是谁谁谁，很开心见到大家。”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开心，就还好，就还好，就是也不难过，也不抗拒，也不讨厌，就还好，能懂这个感觉吧？
就还好，没有那么开心。为什么？一个演员这就是工作，他一年多的话演好几百场演出，没见过人呐。昨天刚见过好几百人，第二天就忘了，又见到人了，真开心。但大家这个工作当中不都是这样吗？都是会撒点小谎的。你们出去见客户不也是？张总很高兴认识，是吧？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人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卸去一身的疲惫，躺在床上，突然乐出来。哎，真开心呀！今天认识了张总，这日子真有奔头。但说实话，最会撒谎的人不是我们脱口秀演员，而是运动员。哇，运动员太能撒谎。你看，有的球员在场上明明是他自己犯的规，但是当裁判过去判罚他的时候，他一定要装作一副特别无辜的样子。到最后来一下这，表面上感觉他在生气，其实心里想的是，哎，没骗过他，小样儿。什么裁判呢？眼睛挺尖的裁判。我从小是从大人那里知道，人就是会撒谎，因为家里人就会骗我。我从小家里人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谎话就是，只要你期末考试考第一，我就给你买啥啥啥，什么都敢答应啊。我有一次在电视里看见那个坦克特别酷，我家里人说，只要你期末考第一，就给你买啊。后来期末考第一了啊，当然没买啊，给了很多借口啊，什么不好上牌啊。后续保养麻烦呀，对，当时也不懂，所以小的时候很讨厌谎言。但是长大以后，就会开始思考，这个谎言带给人的感受，有的时候是不是比真相还重要？你比如《黑客帝国》里啊，那个主人公 Neo， 他有一次要选择吃2个药丸，红色药丸吃下去就是见到世界的真相，蓝色吃下去以后呢，就维持现在的幻象。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让我选，我一定选那个红色。但现在啊，你再让我选，我不是说一定不选那个红色的，但我选之前啊，一定要先打听一下。这个就是人上了年纪以后的一个特点。哎，没事，咱先打听打听，对吧？多打听不吃亏啊。我会先问对方，我说你那个蓝色的药丸啊，药效能持续多久啊？对方说1辈子。我说1辈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哦。哎，那你那个幻象能不能升级一下？就天天感觉自己在住着别墅，开着法拉利这种。对方说没问题，完全可以个人定制，没问题。我说哦，我想一下，这个红色药丸吃下去，面对真实的世界跟强大的敌人作战，有可能战死。蓝色的吃下去，一辈子舒舒服服住别墅，开法拉利，到死都不知道咋回事。好难选呀。这样吧。那个蓝色的，你给我来1斤，好不好？我没事吃点巩固巩固，我怕我醒了。好，谢谢大家讲到这儿，谢谢你们。好冷呀！哎，周老板好，哎，怎么着，杜老师，看看周老板什么感觉？哎呦，真是天花板！刚才我都说我都演完了，谁接得住我呀？哎，你是天花板！哎呀，您这错觉是可以，哎，行。不是，但我想问一下周老板，你刚才没撒谎吗？怎么没撒谎？是大家不找你吃饭吗？找你你也不去吧？翟佳宁，你摸摸良心，你找过我吃饭吗？他也得有啊，他有吗？他无心。我觉得天花板就是他不够亲和力不够强了。对，真的对不对？大家会觉得我有距离感。你主动过去啊，聊什么呢？聊什么呢？要吃饭了，对不对？哎，我们一起吃啊！态度变了，你就变态了吧，对不对？
杜老师，生活中有什么那种谎言，你有感觉过吗？对他，其实刚才他说有一个，就是也是之前去录节目的时候，就是因为看我们节目的现在都已经妈妈也有孩子了，对，然后看见我的时候，妈妈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就过来拉着说：“海涛，合个影。”然后那个孩子就看着我，谁呀？然后我就说：“我是妈妈同学，就是岂不是可以说自己是周杰伦？哎呀，王嘉尔。哪个男人不想成为王嘉尔？不用。主要是孟晨喜欢王嘉尔是吧？是这意思啊？朋友们倍儿热情的。大张伟，我还以为要过来怎么着？大张伟，我说哎，怎么着？你跟王一博说一声，我特喜欢他。翟佳宁按说是非常真实 ，keep real， 超级 keep real， 完全没情商。然后呢，理解哈，理解。哎，那个但是哎，您有过那种不得不撒谎吗？您有说稍微得说点软话吧？就是这种。就这2年多了，因为镜头多了嘛。哎呀！每次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比赛呀，后台的时候，他让你评价这些演员表现的怎么样，咱该评价的都是说特别好，特别好。我感觉今天这个人成绩不理想，是观众没接受他。其实咱都知道，他那玩意儿就是不行，你知道吗？哎呀！太敢说了！又爆了！哎，我都不敢接话。哎呀，谁呀？太多了。他说太多了。您，哎呀妈呀！但其实我们虽然在吐槽别人的谎言，我们自己生活中也会撒很多谎啊。太多了，有一些所谓的那个谎言呀，咱还爱听呢呀。又瘦了？哎呦，没有吧？太好笑了。哎呦，没有。哎呀，小哥哥，没有吧？就喜欢听这些。哎呀。是，其实这种也不叫什么谎言，是不是？就是为了大家别扫对方兴，在一块儿那么开心，干那个为什么要？少跟他坐一块儿，老说什么爱的。下面我们新人演员要出场啦，掌声！这位朋友啊，他老被这个颜值困扰。有请我们的刘三变。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三变，很开心见到大家。其实还好，也没有很开心。大家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帅哥，对吧？行了，我别骂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自己不帅，很早就知道。我大概是去年2月份知道的，一直到年底才确定。我到现在都没敢跟家里坦白这个事情，我怕我妈接受不了。我知道大家心里想什么，怎么那么晚才发现，是吧？哎，成长的过程中的确会有很多人会定义我们的相貌，你长得好不好看，对吧？但是服务行业是不是都肯定我们？你不管长什么样，走进那个什么美容院、按摩店、理发店，都是帅哥美女。我就靠这个东西稀里糊涂的活到了去年2月份。去年2月份发生个事情让我备受打击，心态崩了。我跟我一个长得比较帅的朋友去做那种泰式按摩，就是会按脸的那种。我朋友躺呢，技师要给他按脸的时候就问他说：“先生，先生您这个脸能按吗？”我不知道朋友真不懂假不懂，还在那问着。他说为什么这么问？那技师说因为现在整容的人很多，我们怕赔不起。我朋友很得意说没事，你看看，都爹妈给的，你就按吧。我当时就躺在旁边，等我那个技师问我，没问就直接按了。他按过我脸上每个地方都那么笃定，手法没有一点试探迟疑的感觉，我就不开心了。我说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呀？他说要问吗？我要。那行吧。先生，您这个脸能按吗？我不会把它按坏了吧？我说你阴阳怪气什么呀？啊！再说你问我的时候，你是把手里的活停一下呀？
我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帅，因为我们班里面女生排我们班男生颜值排名，30多个人我排20名，不是最丑的，但跟帅也没关系，对吧？我为什么知道呢？是一个很要好的女同学她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想让我知耻后勇，期末往前爬2个米，期末已经很帅了啊，对吧？期末还可以。而且我觉得哈，作为好朋友，当我们听到有人传朋友的坏话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如实传达，我们要做的是美化，要杜撰，要造谣。你就不能骗我吗？你就说我排班里前3，我能找他质问吗？我不会，去第3我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知道自己不帅，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帅啊不自知。你不知道，别人会告诉你，你就会知道的。你从小就会知，不可能有小孩8岁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你长得好帅，对，去别说了，以后都不准说了，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啊，以后我就油腻了，我不听。没有什么真正的什么帅啊不自知，反倒有很多人不帅啊不自知。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经常觉得自己不帅，但马上又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帅。我有这种侥幸心理啊，是因为有人肯定我的长相，我妈就肯定我的长相。我妈说我长得很帅，像她，很矛盾的一句话。当然不仅仅我妈了，也有别人肯定我长相。我大学时候认识一个女生，她说我长得像我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接下来讲这个名字肯定会震撼到你们，肯定会很难置信，但是你们要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她说我长得像彭于晏。朋友们，你们要知道我但凡要点脸，我编不出这种话来的，你知道吗？我说这玩意儿，我心理压力也很大。他跟我说完，过去20多年了，我从来没敢跟别人提起过这个事情。我知道不像，我查了，确实不像。谢谢。然后我就想哈，一个女孩如果说你长得像一个很帅的明星，我觉得只有2种可能，一个就是你真的像，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喜欢你，是吧？我觉得他暗示这么明显了，那咱主动点跟他表白呗。我就跟他表白了，事实证明我确实像彭于晏。不像，肯定不像，我知道，所以我也不想蹭别人，不敢蹭别人。我讲这个段子就希望，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他能看到，他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哪里像呀？他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找，这20多年这么大点地方，我找了20多年了，毫无线索。其实我也做了点变帅的尝试，我做过一些锻炼，然后我也学习穿搭。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造型上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我曾经染过白头发，一头白发，我自己觉得还挺时尚，挺好看的。但是我妈显然不喜欢，她那天来找我，看到我的时候吓一跳。但我当时看到我妈，我也被她吓一跳，因为她把一头白发焗黑了。我们娘俩黑白无常。那段时间我们家就是我年纪轻轻顶着一头白头发，我妈60多岁一头黑头发。后来她可能在我那待够了，我想回家，我说我要送她。哎呀妈呀！他说还能送吗？合适吗？现在我送你差不多。长得不帅，其实有一些困扰，我就不太喜欢打微信视频，因为我觉得微信视频里面人不好看。但我知道我有责任，但是微信就没有责任吗？那么大平台不能把我弄好看吗？我之前说微信不好看是因为用原相机，有人告诉我那已经是美颜后的是吧？我可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哈，我不能接受美颜后才长那样。我不好看，我妈有点老，我们娘俩打微信视频聊什么话题都显得有点惨。我后来就想，怎么能够让我俩变得好看点？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俩聊天气氛变得轻松点？后来真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我用抖音开直播，邀请我妈打 PK。哎，抖音里面也很好看是吧？有很多特效，聊天趣味性十足。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聊天别人也能看到，我们直播间最多进过8个人。不是什么话题都能聊的。你想想，有一天我俩吐槽我爸，我妈吐槽我爸懒，我说妈别说了，我爸知道不好吧？他说没事没事，你爸在客厅看电视不会知道。就在这时候，我爸刷了个礼物，我爸车门那边挡一大哥，你说尴不尴尬？尴不尴尬？我妈要不要感谢老柳爱做家务送来的人气票？
我不喜欢打视频，但我发现很多人喜欢打视频。我曾经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面看到一个女孩给她妈打视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拥挤的车厢里面打视频，对吧？我觉得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面打视频，我看过唯一合理的就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地铁车厢里面给他妈打视频，说妈，你看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地铁里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人很多，你没得选，你别说挤进对方的空间了，我曾经有一次差点挤进对方的生活。就那次嘛，前面那姑娘在我前面给她妈打视频，她没戴耳机，应该听不见她妈说话，就在我前面把手机放在了这儿，然后我就出现在了画面里，我很尴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显然她妈也没有做好准备，我俩都愣住了，愣了好一回，她妈好像有点不太满意，她妈把视频挂了。我通过她妈的反应，我判断出来，她妈不喜欢彭于晏。谢谢大家。给彭于晏来一场，来彭晏。海涛感觉怎么样？他出这个话题，对，我觉得他这话题我也挺有共鸣的啊，因为大家也说我长得像哦，不用。但是这个话题感觉勇敢，真的，我因为从小就是小胖子，长得比较蓬松，对。但是也希望自己能有变帅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不帅，但是也会干这个事儿。哎，像去年就留学嘛，就好多人就过来围着合影，突然就有几个老外说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说 My name is 王嘉尔。哎，是有点像啊，真的吗？是这个角度吧？还好吧。我觉得他说你像王嘉尔，谢谢黑灯，谢谢这位演员，谢谢。不是你自个儿会觉得自己就是不帅吗？这件事儿？我会觉得这件事儿会给你造成了就是心情不好吗？在学生时代确实会有一点就困扰的，我就没有谈过校园恋爱。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就觉得想变帅，因为我长得也非常一般嘛。不是，大老师你是真帅。玩摇滚就真的很想染彩色头发，就一下就能叭那种感觉特别帅。我爸跟我说染彩色头发影响身高，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会把你腿打断的。哎呀，有人会因为自个儿说不够就颜值上有什么问题造成过吗？我是因为这个讲的脱口秀，就是觉得讲脱口秀能给自己增加一些魅力。哦，哎，那你要这么说，心酸的事儿我可说了。我之所以后来爱说笑话，就是因为那个我去办各种演出的时候，我发现我再怎么努力唱歌，根本没人在乎啊。我发现我怎么能让别人看我？哎，说笑话有人听，然后呢，觉得在唱歌中间说一些笑话，哎，这样就会更有趣，然后就会让大家感觉期待的是他那个偶像之外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儿，就是后边把自个儿激出来另外一种潜在的才能。对，我新看一本书，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习一下。我觉得那句话太棒了，你就跟自个儿说，比如说柳三变，我不好看，但是我爱你，你要跟自个儿这么说。哎，明白吧？就是这句话很重要的。哎呦，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就不爱你自己，不喜欢你自己，好吧？好，原来三哥没这么心酸，没这么心酸，越来越心酸吧。我感觉我们现在的聊天进入了一种好像柳三变是什么绝世丑人的那种。对。他只是不像彭于晏，仅此而已。好了，谢谢柳三变。好，谢谢大家。我拿这东西出来说，我一个是觉得用自嘲的方式让大家笑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希望真的如果有焦虑的人，能够不要焦虑，或者告诉你你现在正在焦虑的话，也不要着急，你就等到我这个年纪你就不焦虑了。但我是觉得大张伟老师那句话还是挺温暖的，以后回去我都会跟自己经常说的。柳三变你不好看，但我爱你，我会说的。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那么下面这一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新人演员，有请我们来自东北的大千。加油，帅哥！哎 ，hello， 告起，哟，我今儿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代的教育环境
我们这代人啊，特注重应试教育，为了考高分，除了正常上课，家里还会想好多好多的办法，花好多冤枉钱，比如上培训班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代人就特别有那种学历上的优越感。我前天在上海认识个新哥们儿，就是我说哥们儿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啊我之前欧洲留学呀。我心想谁问他了？但是自己说出来不能装没听见啊。我说那后来呢？后来读研究生，在那边学那个酒水酿造，吃顿饭给我讲红酒，给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红酒，快结束了。我说那哥们儿现在回国做什么呀？他说啊我现在在那个 Sweet Snow。我说那什么呀？他说蜜雪冰城。现在小孩轻松多了，现在前2年私下补课抓特严，不让学校老师出来补课。我这代人小时候别说补课呀，还有去给老师送礼的情况。我人生第一次送礼，是我爸让我给培训班老师去送礼，让我给老师带张邮票，那是一张1980年生前纪念猴票，放现在1-2万块钱一张。我当时觉得老师不能要，我爸说儿子别管，老师不要，记住2句话。你说这玩意儿没几个钱，就是一点心意。2句话我在学校练习1天啊，我拿同桌练习。我说胖子，小浣熊吃吗？他说上课呢，吃什么小浣熊？我说没几个钱，我一点心意。胖子说拿来吧。中午盒饭也这么订，我说哥们儿盒饭吃吗？他说不吃了。我说学校不让出去吃，咱也能订，没几个钱，我一点心意。就这么2句话练习1天啊，到晚上上培训班了，觉得自己练习特别好。我跟胖子2个人巧了，都要去给老师送礼。胖子性格太直了，推门进去。王老师，我爸让我给你带2000块钱。这话说完，老师面上挂不住了。我明显感觉他生气了，而且是跟我生气了，因为我往那一站，我有点耽误事儿了。我站那儿虽然一句话没说啊，但效果跟说话是一样，就好像站那儿说：“来来来，王老师，这钱你收一个，我看看来。”现在回想这事儿，情商太低了。如果是哥们儿现在30几岁，这情商，别说兜里还带礼物了，我就算空手去，不小心撞见了同学排队在给老师送礼，我也能想办法处理的不那么尴尬。比如第一个同学啊，王老师，我帮人给你带2K。第二个，王老师，我帮人给你拿3K。老师看我说，老师，我没 K。我找个小幽默我就化解了。当时不行，当时低头往那一站，我一句话不敢说，我像犯多大错误一样。这时候还是胖子聪明，胖子先说话说：“王老师，没几个钱，这是我一点心意。”给我台词说了。老师，这东西你放那儿，胖子，你先出去吧。你小子进来干嘛的？他盯着我看，我当时太紧张了。人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就会说实话。我说行贿，他什么？幸会王老师，我这儿有张邮票，80年猴票，我一点心意，耶。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在那块儿胡言乱语。老师说这东西拿走啊，大齐你不了解老师吧？啊，人老师属鸡，不识货，让我把东西拿走了。当天晚上我回家，我爸爸就怨我，说儿子这么点事儿办明白啊？我说爸不怪我呀，老师说不要猴票，要鸡票。从小我特别排斥给人送礼，其实我觉得就不应该去教小孩送礼什么的，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王老师的结局。后来他也被那个培训班开除了，可以说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对吧？听说他现在过得也没有那么的好，他现在在沈阳是一名搓澡师傅。我去到他那个洗浴看到的那幕，我还挺感慨。你能想象吗？原来一老师站你前面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跟你说的是贵宾你好，水烫不烫？春蚕到死丝方尽，没想到现在就与春相伴。我有好多话想对他说，但我都没说出来，因为他那天一直在跟我推销他那个芦荟盐奶套浴。我说我不做了，他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写个5星好评？我可以免费给你打点盐。我说那多不好意思。他说没事儿，没几个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呀妈呀！哦，这2句话说完，我当时觉得太讽刺了，朋友们，太讽刺了。
我那天所有想对他说的话我都没说出来，我都留在了某点评软件，给他写了一个3星差评。我说今天体验感很差，给我搓澡的师傅一直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极了我小学的王老师（括号属鸡）。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哇塞！你看大齐居然说出寓教于乐的感觉了哈，后边发人深省了已经。对对，厉害厉害！哎，大齐，然后今天跟我们说的这种礼物，这种有过之前什么送礼啊、收到奇怪礼物的经历吗？各位老师们？我想起来一个我去年收到的一个那个礼物，它是一个那个袜子和内裤的一个套组，然后都印的是我的头像，还小人，踩的是自己呀。大齐有没有收过奇怪礼物？我妈其实挺奇怪的。我妈比如说前一阵儿，她会跟我说：“哎，看你最近开车开挺多啊，给你张油卡。”给你张油卡。对，她说你给我转200块钱就行了。卖你。对，就卖我一张，或者手机不用了也扔给我，然后我给他转钱，就拿我当咸鱼用，有点这意思。我想起来一个，我收到过关于小孩的礼物，一起录过节目的一个艺人，然后他可能就是直播有一些东西。统一打包成礼盒送给每一个人，然后我拆开发现有奶嘴什么的，我连婚都没结，更没有小孩。哎呀，你个老 baby！ 最近他们都嫌我皮肤不好嘛，有人给我送那个医美的套餐。朋友们，我4天前刚做完那个光子嫩肤打的水光针。他跟我说了，我说是哪家再也不可能去了。这一脸坑跟月球似的，然后我原来更惨，原来更惨啊！我好嘞，谢谢大齐，感谢。拜拜。大齐，我觉得今天演的挺好的，是我非常喜欢的脱口秀演员，他每回都那个稳定发挥。听大齐讲脱口秀，总有一种莫名其妙有点想笑的感觉。